有2对父子非常喜欢看洞穴探险视频看着看着就忍不住了，于是就相约到一处洞穴潜水。洞内确实很美，宛如一个外星世界。但从水里出来后，发现4个人竟然走丢了一个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海牛泉洞穴事件。海牛泉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莱茵县的海牛泉州立公园内，它紧邻斯瓦尼河，是佛罗里达最大的淡水泉之一。每年的11月到4月份会有大量海牛进入这个水域过冬，因此得名海牛泉公园。除了有大量的水稻、池塘、沼泽和湿地外，公园下方还有一个庞大的地下洞穴系统，里面灌满了水。目前已经探索出的洞穴就达2万多个，曾经一度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的洞穴系统。而我们本期故事发生的洞穴就是其中之一。这一段洞穴并不长，只有600多米，它有着4个出入口。第一个是位于上游的弗里德曼水槽，也是一个池塘，它与一条小河相连，通往洞穴的入口只有 1.3 米宽。第2个出入口叫苏溪槽，也是一个紧急出口，平时是不允许从这里下潜的。再往下游走是第3个出入口，叫鲶鱼酒店，这里的服务设施比较完善，所以也是4个出入口中人气最高的一个。第4个出入口叫源泉，洞内的水最终都流入这里，之后再汇入斯瓦尼河。出于生态考虑，这里一般是不对外开放的。这段洞穴的平均深度虽然只有20-30米，可因为洞内水流较强，岔路较多，所以还是具有一定危险性的。当地管理方规定，只有那些持有洞穴潜水全面认证的潜水员才能进入，而且还必须要预约申请，每天最多也只能允许40人进入。可有2对父子却不把这些当回事，他们分别是比利、约翰、麦克与戴夫。之前他们在网上看了很多海牛泉的潜水视频，看完之后是热血澎湃，于是就有了我上我也行的想法，就跟看神秘园视频的各位一样看洞穴里那么刺激，就去钻一些不该钻的洞；看开飞机那么酷，就也想打一个；看越狱里个个都是人才，就也想去里面捡肥皂。就像这对父子一样，他们4人其实都不满足洞穴潜水的条件，也就是缺乏相关的认证，洞潜经验也几乎为0，有的只是一张开放水域的初级潜水证，还有 UP 主给他们打的鸡血。但几人不管，他们甚至都没有对该洞穴进行过详细的研究，也没有跟进去过的潜水员交流，甚至连手里的洞穴地图都跟你我看到的一样，也就是画面中这张不让我进是吧？那我偷进。2002年5月14日上午11点15分，4人依次跳进了水中。他们的计划也跟那些博主一样，从上游的弗里德曼水槽进去，顺着水流游到下游的鲶鱼酒店再出来，全程只有522米确实也不长。不出意外的话，40分钟左右，他们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游完。4人都是携带2个侧装气瓶，这样能让他们的轮廓更加苗条，游起来也更省力。同时每人还带着一个主潜水灯和一个备用灯，2位父亲还各自带了一个水下摄像机。潜水时，2个儿子在前方带路，2个父亲跟在各家娃后面。洞内已经有其他人布置好的引导绳，所以尽管里面分叉较多，但前半段还算比较顺利。这一段的水下能见度也很高，碧绿的水草宛如丝带一般在水中飘动，身边不时有鲈鱼、鲶鱼和鲷鱼游过。4人一边游一边欣赏着周围的美景，他们内心非常兴奋。这很简单嘛，那 UP 主果然没骗咱们，回去后一定给他个3连。但实际上这个洞并不像它表面看起来的那样温和，有些地方会有水流较强的虹吸口，比如苏溪槽旁边的通道就是。因此这片区域的能见度也很差，水流卷起的泥土使得通道内伸手不见五指，但初生牛犊不怕虎4人毫不犹豫的就钻了进去。也不知游了多久，水渐渐的不再那么浑浊，可几人这时也突然迷了路。原计划他们是要从鲶鱼酒店出去的，可现在却不知道鲶鱼酒店在哪边。比利根据时间和气体消耗量推测，他们应该是游过头鲶鱼酒店很可能在他们身后，而再往前应该是源泉出口，那儿的看守很严，从那边出去的话，几人肯定会被罚款。于是他们商量后决定掉头回去找鲶鱼酒店的出口。但几人不知道的是，其实他们并没有走过头，鲶鱼酒店的池塘出口就在他们前方5米处。其实比利也考虑到了酒店出口还没到这种可能，所以掉头前他们准备了2种方案。如果能找到酒店出口正好，如果没有找到，那就直接顺着绳子原路返回，也就是回到他们出发的地点弗里德曼水槽。他们的气体这时还剩1瓶多一点，原路返回的话应该是够的。可他们并没有考虑到水流的影响，来的时候他们是顺流而下，可回去时就变成了逆流而上，而且途中还有多个上坡路段，这样会耗费更多体力，对气体的消耗也会急剧增加。但为了不被罚款，几人还是奋力地往回游着。又不知过了多久，比利突然发现右前方有一些亮光，他以为那是鲶鱼酒店的出口，事实上那是苏溪槽的出口，不过也能出去。比利果断转弯向出口游去，他父亲看到后给后方的麦克父子做了一个 OK 的手势，然后就急忙跟着儿子游了上去。
可不巧的是，苏溪槽这个出口恰好是一个虹吸通道，拐弯处水流比较强，再加上前面那对父子游动时激起了很多泥土，所以当麦克父子游过来时，这里的能见度变得非常低，所以两人就错过了苏溪槽的出口。他们游了一会儿，发现比利父子已经不见踪影，于是两人决定采用第二套方案，顺着引导绳返回出发点弗里德曼水槽。因为前方的能见度越来越高，又着急出去，所以麦克游得非常快，他的父亲戴夫也在身后努力地跟着。这时比利父子二人已经成功从苏溪槽出来，他们等了一会儿却没有发现麦克父子，两人感到情况不妙，于是赶快打电话向救援部门求助。与此同时，麦克父子已经来到了弗里德曼水槽的附近，在一个上坡拐弯处，麦克曾停下来查看父亲的情况，他发现父亲的灯光就在身后不远，就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，他继续向出口游去。之后麦克成功浮出水面，当他检查气瓶时不禁开始后怕，因为他的2个气瓶几乎已经全部耗尽，如果再慢2分钟他可能就出不来了。随后他就在岸上等待父亲，可10分钟过去了，他的父亲还是没有上来，麦克赶紧拨打电话求救，附近的救援人员很快就赶了过来，但最终还是晚了一步。他们在距离出口不远的一个上坡处发现了麦克父亲的尸体，他的2个气瓶已经全部空掉，而这里距离出口只剩5分钟的路程。之后，美国国家洞穴协会对该起事故展开调查，最后的调查报告认为，导致这起悲剧发生的原因共有6个。第一个，4人在没有获得允许、缺乏经验、缺乏相关证件且无向导陪同的情况下违规进入洞穴。2. 洞内虹吸口的强水流使得能见度变差，进而导致4人迷路。3. 逆流而上导致戴夫的气体耗尽。4. 比利父子在找到出口时没有选择等待后方的麦克父子，而是只顾着自己上浮，再加上2人卷起的泥土使得能见度变差，导致麦克父子最终错过出口。尽管比利的父亲说他向后方打过 OK 手势，但麦克称他并未看到。第5个，在 YouTube 上传视频的博主过度夸大洞穴的美景，却丝毫不谈洞内的危险性，甚至还鼓动不合格的潜水员前去尝试，从而增加了事故几率。最后一个，海牛泉公园的管理也有问题，他们没有按规定巡逻去阻止偷潜水的人。到此，这起事故才算全部结束。其实要我说事故的原因就一个，人菜瘾大。不要去随意挑战你不熟悉的领域，更不要轻视大自然的威力，否则自己丢掉性命不说，还会给身边的人带来痛苦。好了，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